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Johnny， 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其实之前我也发过很多视频，但是大部分都是比较简短的，所以打算重新开始做一个关于 STI 这台车的一个系列的视频。那么今天作为这个系列的第一个视频，我想和大家介绍一下 STI 这台车和我的一些故事，和一些想要买这台车的车友在买车之前需要知道的事情。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之前有一台2015款的 STI， 但是很可惜，那时候年轻不懂事，喜欢乱开车，后来就在山上撞坏了。我的第二台车是因为当时撞了车，不想让家里担心，手上资金又比较有限，就买了一台二手的 Fiesta ST。本来只是打算用来代步，结果反而这台车陪我开始玩赛道，可以说是一台非常好的小车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我再专门来说说这台车。回到 STI， 去年8月我买了现在这台自己的第二辆 STI。可能有车友会问，为什么要再买一台 STI？ 市面上不是还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吗？其实在我买第一台车的时候， STI 就不是第一选择。那时候有30的 Evo 10，刚换代的 Golf R，奔驰和 BMW 刚发布了 A45 和 M235i。尽管从小就很喜欢 Evo 和 STI， 但是当时的 Evo 即将停产，而 STI 虽然刚经历了换代，但是延续下来的 EJ257一直有着易爆的名声，所以当时也没有考虑真的要买。我先去试驾了 MT 的 Evo 10，但是对于第一次开这种性能车的我是很震撼的，那种感觉也是直接导致我在试驾完 Golf R 和 M235 之后就再也没有考虑的原因。还有那时候因为 A45 还没有现车，就没有试到。最后试驾 STI 之前，其实我心里已经很倾向于买 Evo 了，但是当我开了 STI 之后，对于当时的我来说，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，只能说那种感觉就是我想要的。其实现在回想起来，也许当初我不应该这么早买这台车，因为这台车的极限对于我来说太高了，所以会让我有一种自己技术已经很好了的错觉。不得不说，真正教会我开车的是 Fiesta ST。我觉得有很多人会认为前驱是一个减分项，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。前驱车一样可以甩尾，一样可以转向过度，一样可以开得很快。我会推荐任何一个喜欢玩车的朋友 Fiesta ST。说回现在这台车，由于我买回来是一定会下赛道的，说不改装但也只是时间问题，所以一台原厂能跑得很快，改装市场的资源又很丰富的车就是我的标准。更何况 STI 是一个我没有做完的梦。也许现在它的加速不如同级别的车了，它的竞争对手从90年代的 M3 911到现在的 M235 A45 已经不如当年那么有竞争力。但是只要斯巴鲁继续认真的做 STI， 这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童年的梦想。说了这么多，再来说说车本身。先说说原厂状态下的 STI， 由内到外来说，内饰和舒适性是这一代 STI 进步最大的地方之一。没错，大部分性能车迷对于内饰和舒适性的要求并不高，但是不可否认，这一代 STI 的销量之好，是因为这一代 STI 确实做得更能被大众所接受，而不只是小部分玩家。那既然这样，是不是性能上就做出了妥协呢？其实不然，这一代 STI 虽然家用性变得更好，但是15款的重量和之前几代几乎是没有区别的。18款因为大刹车和轮毂，所以稍稍变重。在动力不变的情况下，各个赛道都做出了比之前快不少的圈速，只能说斯巴鲁的底盘调教确实是做得很用心。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，跑山和跑赛道之前，做4轮定位是必不可少的。原厂是一个省胎的设定，好的4轮定位会给车增色不少，加上一套还不错的轮胎，基本上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已经很好开了。动力方面不算出彩，但是中段还算不错，在山路上的234档都有着不错的扭矩输出。赛道上因为马力的重要性不是太大，所以往往能和比自己大不少马力的车跑出差不多的圈速。再来说说缺点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老生常谈的 EJ257， 耐用度不高，要时刻注意着机油高度，注意水温，注意各种东西。只能说作为一个斯巴鲁车主，真的是天天都要愁，还要攒着钱，因为说不定哪天这车不高兴就坏了。其他的缺点的话，就是原厂排气声真的是有点可怜，我想大部分人回来都至少会换个中尾端排气吧。至于改装方面，我想等下个视频再来聊聊。今天就说这么多了，感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不要忘记订阅和点赞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